儿童和游戏事件。在受制约训练 conditioning 之前，儿童的游戏随着对表演、对身体或想象力的喜爱，只为表演而表演，那是一种扩展精神或肉体的能力。最令人满意的事件都会涉及那些特征：儿童想象力，尤其是在游戏中，儿童试穿任何可想象的情况，看看合不合适。在梦境，成人与儿童一样都做同样的事，而许多梦的确都是一种游戏。儿童想象力，想象力与事件的形成非常有关。儿童的想象力使他们不至于太受他们父母的世界的限制。醒来或做梦，儿童都假装，在他们的假装里，他们以一种特别有力的方式练习他们的意识。到某程度，他们变成了他们假扮的东西，而在其中也增加他们自己的知识与经验。例如，儿童借着假装是动物而学会如何对付动物。脑子想象力，脑子本身从来不满足于一件事的一个版本，而总是十分即兴的，像游戏一样，要用想象力去把其他的说法形成一个活动。脑子也在练习形成事件，就如肌肉练习动作一样。想象力，人的想象力容许他发展工具的运用，而使他的发明力得以诞生。那想象力容许他在现在去计划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想象力，脑子在实质环境里的数据之外，永远有额外的数据可得。这些额外的资料是脑子活跃游戏的结果。当脑子运用时空结构之外的内在感官来实验事件之形成时，就会得到这些数据。想象力到某个程度，想象力必须在感官的精确取向之外运作，因此想象力在梦境最自由地被运用。想象力现实，基本上想象力不能与现实绑在一起，因为那样的话，人就只有实质的回馈。如果那是全部，那么就不会有发明。想象力透过训练，许多成人被教导想象力本身是可疑的。这种态度不只强烈的阻碍任何艺术的创造力，而且也阻碍了处理事件的本质本身所必须的想象的创造力。想象力一开始不要只用你的想象力去解决目前的困难，因为你将把你的创造力系之于想象力上，而由于你相信什么是实际的信念，乃阻碍了问题的解决。意识永远寻求最丰富、最有创造力的形式，同时却一直维持它自己的完整。想象、游戏、艺术和做梦，借着提供在物理环境本身之外收到的回馈，容许意识去丰富它的活动。双性本质，人类的伟大品质，爱、力量、同情、智力和想象力，不属于人一性别。只有对这天赋双性本质有所了解，才会释出在每个不论是男人或女人中的那些质量。当然，那些同样的能力是每个种族的人的自然特征。想象，在你的主观生活中，想象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因为它赋予你的信念活动力。你的信念能被转成实质的经验，是因为有各种驱动媒介的帮忙，而想象是其中之一。想象力赋予你的信念活动力。为了要驱逐不适当的信念而建立起新的，你就必须学会去用你的想象力，把观念在心中一进一出。然后，想象力的正确运用就可以把概念推送到你们所想要的方向去。信念，你的情绪和想象力两者都跟着你的信念走。信念自动的动员起你情感的和想象的力量。意识心，想象力，意识心所具的知识越多，想象力所及的范围就越远。作为报答，想象力也丰富了有意识的推理能力以及情感的经验。想象力与意志力永不会冲突。你的信念也许会冲突，但你的想象却永远跟着你的意志力。你有意识的思想及信念走。举例，你体重过重，你试过节食却没有效，你告诉自己你想减肥，你开始改变信念，开始想象自己是在一个理想的体重，但你发现你仍然吃得过多，在你心目中，你看自己仍旧过重，你向你的想象力竖白旗，认为意志力根本无用，而有意识的思想也无力量。但当你在深层的找信念，你可能发现你相信你这人是没有价值，因此不该具有吸引力，或者你认为体重是健康的表征，而纤细是危险的。
或你相信你需要重量，以免太脆弱会受欺侮。赛斯小语，你的想象和你的信念总是携手而行的。心象 mental image， 心象是极为强有力的东西，它以一个清晰的画面把内在声音及其效果糅合起来，而终将求得具体的形式。你的想象力把驱动与推动的力量再加诸这个心象上，因此你会发现自己常常以一种内在视觉的方式在斟酌许多的信念，而所有这些信念都有心灵画面与之相连。你要以看一幅你创作的画那样的态度去看它。如果你不喜欢你看到的东西，那就要十分有意识地改变在你心中的画面。想象力，神话，人的想象力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迷思 myth 创造者。如你们所知的迷思代表了心理活动的桥梁，而相当清楚地指出感知和行为的模式。经过它，人类旅行到他现在的情况。神话连接起在本能知识与概念的个别化之间的空隙，次要的能力。在日常的实际经验里，试着对似乎是次要的能力集中精神一会儿。如果你持续的这样做，用你的想象力和意志，那么那些能力在你的目前会变得突出。经验之路，经验之路绝没有定下来，没有一条路不能通到其他的路。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够得到可能行动的深脉。你的想象力极有价值，容许你把自己向这种路途开放，然后你可以用想象来帮助你把这些带入存在。想象力，因为你现在如此的不信任自己的想象力，所以你不了解它在解决问题与创造性的表达两方面所给你的伟大线索。许多十分正当的转世回忆会以想象的方式来到。你有很大一部分的问题都可以颇为轻易的藉助你的想象力来解决。想象力，常常当你想到所有你可能做错的事时，你就无意的用它去延长了负面的境况。想象力，物质实相是由想象跃出的，而想象是追随着你信念的路径。想象力，想象力是超越时间的，它是达到你自己本体的最伟大的点金石之一。想象力，早期人类常常把你们所谓想象的产品看作是多少已在物质世界里客观化了的感官资料。想象力总是与创造力有关的，而当人类开始决定采用一种处理因果的意识时，他不再像以前一样直接具体看到他想象力的产品。举例，在那些早期时代，因为他对他自己想象力的鲜艳特性有一个远较直接的体验，他知道疾病就与健康一样，一开始都是想象的结果，在想象与实际的体验之间的界限对你们而言已模糊了，而当然那些界限也被其他的信念以及由这些信念所产生的经验所改变。动物的确具有想象力。想象力，人类大半透过运用想象力去指挥它的经验，并且形成它的文明。你们的社会组织，你们的政府，这些都是建立在想象出来的原则之上的。想象力，想象力形成了你所经验的世界，以及你居住其间的群体世界。想象力，想象力与信念隐隐然构筑了你的主观经验和你的客观环境。想象，你对历史以及每日生活的体验，在无形中都有只存在想象力的那些概念所形成，然后再被投射到物质世界上。这适用于你个人对自己的信念，以及在想象里你看自己的方式。想象力，在每一个人里，想象的世界携其冲劲与力量汇集成历史性的实相。在每个人里，一切万有之终极的、不可侵犯的、不可压抑的力量被个人化了，而住在时间里。人的想象力能带他进入其他的领域里，但当他试图把那些真理强行挤入一个太小的架构，他就扭曲了内在实相，以至于造成了歪扭的教条。想象力和架构二，想象力的世界的确是你与你自己的源头的接触点，它的特性与你目前能接触到的架构二里的特性最为接近。想象力永远寻求表达，它永远是富创造性的创造实相。以某种方式而言，你从一个无限、无穷尽、无法计数的概念里选择，再把这些雕塑成物质的碎片，以组成正常经验。你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做这事，以至于那无时间性的事件在时间中被体验，而因此它们混合在一起，以符合你实相的次元。
在这过程中，你们有一些成就，那与任何一种生物所能产生的成就一样的宝贵，也有很大的失败，但这是因为想象力闪亮的内在知识为你揭示了那些理想，相形之下，你的行为才看似失败。那些理想在每个个人之内都存在，它们就是朝向成长与完成的自然倾向。想象你们的世界及其中的每样东西首先存在于想象里。物质世界，你们是一个有想象力的族类，物质世界是被你们自己想象的投射物所渲染及充电的，而且被情感的伟大威力供以动力。架构2，你们的现实世界是由一个幻想、迷思与想象力的温床力升起的，你们所有完备的装备都从其中浮现。想象力练习，在这种想象力练习里，改变你的时间取向，这将自动的容许你挣脱一个太狭窄的焦点，这到某程度将打破你的感知和现实的死板连结，如你曾学会如何去感知现实的样子。想象力练习1，穿上另一个时间。在睡前，看你自己活在一个过去或未来的世纪里，或只简单的假装你早生或晚生了10年或20年。游戏性的做，这种练习将容许你对时间范畴分开的你自己的内在存在有一个很好的主观感受。想象力练习2，要鼓励创造力，把你的想象力用在破除你通常的时空焦点。当你快睡着时，想象你在同一个地方，就在同一位置，但却是在遥远的过去或未来的某一刻。你看到或听到什么？那儿有什么？想象力练习3，想象你完全在世界的另一部分，但却在现在这个时刻，而为你自己。你看到或听到什么？那儿有什么？想象力的练习，为了变化起见，以你的心眼追随你自己前一天的活动，或把你自己搁在1周之后，指挥你自己这些练习的变奏。他们将教你什么是无法解释的，因为他们将提供一个经验的次元，一个对你自己的感觉，那可能只有你懂的。这些练习将教你找到你对自己的感受，那是与公认的实相范畴分开的。你将更能应付目前的事件，因为你练习过的想象力将带给你越来越可贵的资料。用游戏的心来做，这些练习将引动其他的创造性事件，这些将涉及某些内在感官的利用。你将更了解日常生活的情况，因为你会启动内在的能力，使你像儿童那样主观的感知别人的实相。有一个内在的窍门，容许你比现在对别人的感觉有更大的感受性，那窍门将被启用，